我前2天想不开呀，在家尝试了一下醒狮酥，好家伙，差点没给命搭了。这玩意全网也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教学视频，于是我在做之前研究了无数个视频，然后自己拼了个制作流程。问题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我当时就觉得只要一步一步按照这个做，肯定能做成。也正是靠着这种无知的力量，我开启了长达1周的翻车之旅。从开酥到组装，我就没有一步是不翻车的。这一块是我开出来的最好的酥，这一块是我捏出来的最好的石。就如果这个行业需要一本避雷大全的话，那我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提供所有的反面素材。真的，我这车都翻出花来了。我中间看人说温度太高也容易失败，于是在10几度的气温下，我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开开了，给我冻直拉了尿啊！我这脸都冻得没血色了，但依然没耽误我继续翻车。这几个是我这几天炸完之后唯5还能成坨的东西，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还有一个戴墨镜的。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到了之后，就先把在家折腾这些过程给老师看了一眼。老师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崩溃了。他说：“你们之前在家的所有尝试啊，除了活着全是错的。”完，我寻思既然都这样了，那就从头开始学吧。然后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酥皮点心是个非常严谨的事儿，就它不是哪一步重要，它是每一步都重要，就连最基础的和面都有很深的讲究，就更不用说开酥了。我擀了14个小时的皮儿，才学会了怎么开这次用的直酥和圆酥。然后当我能持续开出这样水平的酥皮之后，我以为我离成功已经很近了，直到老师告诉我，如果想要炸出来的酥非常蓬松，那需要在这个1×1的半圆柱体上切下起码42到50刀。我当时看完他演示之后，我直接人麻了。我寻思我要能练成这个刀法，我不得在他案板上留下2两肉啊。但这事也没有捷径，就只能一点点练。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白天我就拼命切拼命练，晚上再梳理一下需要调整的地方。在经过了几天备战高考的日子之后，我终于捏出了一个正常模样的醒狮酥。然后这个炸的时候也一点没翻车，炸完为了让它更有神，我们还给它画了个眼睛。当我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几天过得跟做梦似的。我看了那么多教学视频，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玩意儿需要舍命干呢。后来我飘了，趁热又做了个醒狮酥 Plus， 配色也重新调整了一下。而且这只醒狮酥上，吴老用酥皮在后脑勺还给我提了个名字，顺便还教了我怎么让这个颜色能更有层次感。这现在是一只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狗送醒狮酥。后来我还偷着学了一下天鹅酥和鲍鱼酥，但时间有限，就只能回家再勤练了。后来毕业打包的时候，我看这些东西特别感慨。我倒不是想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多累，而是我发现当这个东西被拆解了之后，我们好像就剩下了复制上的操作难度，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从无到有的设计会是一个多么变态的过程。所以真的很佩服这些手艺。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做了个决定，我把最大那个醒狮酥给他俩吃了。我其实睡醒之后也挺后悔，但我想开了，酒只有开封了它才是一瓶酒。对于美食博主来说，它最好的归宿也许是报班，但对于美食艺术品来说，它最好的归宿啊，一定是进度。